我们上一次聊到了科技投资和未来投资方向，然后聊的 AI。我们上一期讲的 AI 就是一个最大的，它是平台核心。AI 是一个像电力一样的革命，让人类发明了电网这样的之后的一个革命，能源的彻底革新。然后还有一些平台呢，我们叫做能推动的生物 biotech 平台里面就是基因编辑和这个合成生物，这是一个平台。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两个，一个是叫做新的能源存储，然后还有一块另外一块叫做 robotics， 就是机器人控制。我们都能看得到这两年的变化。然后还有一块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会嗤之以鼻的，就是觉得是大骗局的，就是 blockchain 是吧？对这个，但这个是平台可能会造成金融行业很大的变化。我们能看到2024年这些东西的推动呢，从我的观察来看，AI 是走得最快的，而且 AI 是在2023年今年发生就是说颠覆性变化的一年。这个是我们看到语言生成还有这个图像这种创意领域里面的这个 AI 今年看到本质性的变化。然后可能在2024年、2025年，他们会渗透到行业里面去，提高一部分的生产效率。对，然后围绕着这个提升呢，他们会刚才说这几个平台，他们会相互融合影响。你想想看，能源变革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电能吧。电能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多这个，比如说车，现在新能源汽车，大家如果在中国应该是发展最快的，这些车的变化，它会从充电到这个使用的设施是变化非常快的，而且基本上换代很快。在我们把油车的替换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发现在有的国家就没这么快，所以说新能源势力崛起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说是新旧势力的一个博弈问题。今年2023年的这个投资圈里面，投的最多的这个领域，资金量最大的，可能还不是我们看到的这种什么人工智能啊、语言模型啊，或者说这种企业软件，而是 robotics。大家可以看这个数据，回头分享给你。机器人这个领域啊，而不是投资机器人这个领域，包括了这个机器人相关的控制软件啊、AI 技术以及机器人的生产。对，这个是在2024年、2025年或者2026年会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随着 AI 这一轮促进发展，第一个是提高效率，这个效率提高我们叫做成 digitalized 的，就数字化的效率提高。我们用 ChatGPT 写作回邮件很快，对吧？大家可能都用写文案，我们都用它回邮件都非常快。然后第二步呢，它又会进入到我们的 Office，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企业流程里面去，帮你提高这个效率。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快就会做这个事情。还包括这种用 ChatGPT 驱动它的那个打力的图形模型，然后帮你画个图出来，帮你 Midjourney， 对 Midjourney 还有打力类似的，帮你提升这个创意效率。这个已经在实施了。只是说它输出的这个东西稳不稳定和靠不靠谱而已，需要你很多时间去让它变得稳定。然后很多企业就会采用它，因为现在企业为什么没有大规模采用呢？还有很多幻觉和版权问题，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啊，我觉得还需要一定时间改进。然后第二个方向的分支就是 real world， 我刚刚讲的 digital world 嘛 ，real world 就是让这些软件 AI 软件模型进入到这些智能设备里面去，让它们变得 smart。我们今年其实我主要在做 AI 方面的投资，然后呢也做了这方面的孵化，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嘛 ，AI Labs 叫 Holiday。然后我们孵化的第一个产品名字叫 Memo， 相当于是你的第二大脑，帮你快速阅读、快速记忆，然后也可以帮你快速的 note 一些文章，包括视频啊，这是你的一个外脑的一个工具。我们在12月初的时候释放了一个叫做 beta 版本，大家可以在线去申请测试。注册了之后填你的邮箱，然后我们就会给你开通 approve。今天正好来我们 Christmas 来我们家吃饭嘛。他2007年就在温哥华了，应该是在这里。我现在多伦多，对，以前在多伦多，然后多大毕业的？对，你做技术对不对？做计算机科班专业。学的是对。了解一下，就计算机和科班专业的这个职业路线是什么样子的？毕业之后14年，我就也是在大厂 IBM、AMD、Amazon、Scotiabank， 还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初创公司我都做过，所以对整个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
包括我最后也是进入到了管理层，所以这块呢我也是有一个比较切身的一个体会，今天也是想就是分享一下。我有2个这个叫做方法吧，或者说是观察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就是让自己的特点最突出，就是相当于不管你在哪儿，你做什么工作，让别人记住你的标签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对。就是人设，对，工作的人设，对，工作也是需要有人设的。就在团队里面，或者你出来创业，你去做融资，你去让 VC 介绍你是谁，你的公司是什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让自己的这一个，就是说长处变得，我认为的是让自己的长处变得最长，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让长处变得最长。就是以前我出去给别人介绍，我可能有背景说，你们来做了在新浪里面做过微博的，就是相当于方便的微博这样一个产品，然后我们可能出去都打标签吧，说我肯定是来自于这个团队的，然后我们让别人会认可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标签一定要打得很恰当，而且是把自己的这个长处打得最高，而且这是一个，而且不管你做技术、做产品或者做 business 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里面让别人认识你。那么认识你的这个过程，你肯定不能给自己乱打标签嘛，也不能说去吹牛逼这种事情。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真的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面拿出成绩来就不管你是之前做公司上市了，或者说一个团队某一个大的业务线里面有一个明星产品特别成功，你虽然说你在里面很默默无闻的，但是你出去外人看你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点你要看什么角度在讲你的工作了。对，虽然你只是一个小工程师而已但是你会外界来看你的时候，因为你的组织就有光环，再加上你在里面做的这个事情看上去是不错的，然后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你肯定是这样包装自己。对，这次把自己长处拉出来，然后第二个你刚才讲到了 presentation 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确实好像华人工程师不是很爱做这个很喜欢做实事，做的真的对，非常隔壁印度的是吧？他们什么都没做，开会上 OKR 写的特别棒，是吧？印度人，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是说，而且他们有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在面向客户销售，或者面向公司团队销售，或者组织内部销售，或者说是怎么销售的时候，就要学，高中也学，大学也学。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教育在这块训练是非常少的。我如何逻辑清晰、条理清晰的把一个事情给讲清楚？其实你问大部分北美的工程师，尤其是加拿大、美国的，其实都有同样的反馈，就是印度人他们被 promote 被上升的特别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如何包装自己的这个 achievement。就是对，这个让别人一眼就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成就了什么。那么其实最成功的其实就是2类人，一类就是你的技术特别强，你做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然后你也很会，就非常的 aggressive 的去做事情，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很强的一个人，然后你做的东西也是很有实力的，大家都知道是你在 contribute。那么第2类人就是其实你 technical 没那么强，但是你很会在组和组之间去做 coordination，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好像相处来很舒服，我有什么话都去找他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跟那个组去打交道的都找这个人。所以这2类人基本上就能反映出来2类不同的工作特点，一种是比较会做 manager 的，这种协调的 PM 的，一种是很技术的这个 engineer。最怕的就是很中庸的，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大家也不知道你。这个就是大部分就是华人工程师非常的，我可以说朴实无华的工作，但是在写你的 report 或者去报告，或者能在其他人面前展示自己 work 的时候，你却很胆怯，或者没有很好的把自己的东西给 sell 出去，就是说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我的 credit， 你不能让别人去拿你的 credit。刚才讲职业嘛，然后我们从创业和投资来聊一下这个方向性问题，因为我觉得创业是把你所有的这个精力、所有的机会、运气都要用在一个点上面。结果我们投资的时候是要重仓一只股票，我把所有的钱压到这一只，对吧？但是，真的，你说从我个人的以前的这个判断来说，创业能够获得的收益要比投资大很多，这真的。如果说最终能成功了，你最终，所以说我觉得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说，第一个创业成功。对吧？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呢，或者说你在一个初创公司里面跟他一块成长，这算半创业了。然后以后拿到很好的回报。然后第3个呢，就是我们说投资角度了，就是在你的职业之外的，你要怎么去选择这些投资标的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觉得分散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非常分散，就跟你自己选职业规划一样。你在公司里面如何出的报税，你长处最长，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用到一个点上去，你是代码写的最好，你的公司的小组里面你是最会沟通的，你能够把所有的部门都团结起来，那你是 CEO 人选对吧？对不对？如果那这个之外，你个人之外，如果说要选择创业或者选创业也是一样的。对于创业者来说，我们作为投资，我之前做过早期投资，我就很害怕创业者很花心啊。现在也做早期投资对对，一个花心的创业者就是表示说走一点更好，他会认实力，我这个方向能做得出来，那我这真的能走进去。如果创业，如果你把角色换掉，作为投资人，那需要创业者更是这样子的人，而不是说你到处去尝试去做不同事情的人啊，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如果说换成一个投资人视角，我不会成为那种我什么投的人，我什么东西都去投的人，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如果说我熟悉这个行业，我过去10年移动时代，我熟悉社交，我熟悉移动互联网，我熟悉电商，我熟悉直播，我就只投这个。对，其实跟跟工作一样的。其实然后现在呢，就是我正好就很多人在问我应该怎么去投资，怎么选择，因为有很多行业啊，传统行业啊，什么消费行业啊，快消品啊，都很好啊，但是我不熟悉这个行业，我从来没做过这个行业。我一直都在科技产业，我在社交网络，我在做 tech， 我为什么会跳到一个石油是吧，天然气或者说我卖木材的行业里面去呢？这很明显不合适嘛，很明显我要在我的熟悉的领域里面，所以说我选择的这个里面，我会在这个地方更专一。然后因为毕竟是在二级市场做投资嘛，你的 hedge 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做早期投资，我也会有 hedge 的。这种样子的这种多元化，我觉得是一种，其实跟职业选择是一样的。第三个呢，如果你想扩大投资收益，那你一定要提升认知，或者说一个行业的提升这个认知，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投资的收益，或者说你学到的收益会变得更大。如果对于普通股民来说，那你就要去买基金就好了。就是说想持久性的发展，我们还是用投资的眼光来看这个市场。你怎么去定义就是投资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任何人都是投资者，买了点股票也是投资者。对啊，其实每个人都是投资者啊。就是我觉得就应该用投资者看一切，应该用一个投资者的视角和心态来看待一切事情，对不对？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你找一份工作就是投资，你交的朋友也是投资。虽然这看上去很功利啊，但是这是很现实的一个话题。给自己的时间的投资嘛，这都是自己，对，你说的很对，这是自己时间的投资。这个投资，要不你工作是吧？你工作不好，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家庭，其实我觉得家庭的不好是最大的损失啊。如果说成立家庭，如果说你没有选好方向的时候，就尽量别成立家庭，尽量，那你所有的决策你一个人负责，最简单的，轻松上阵，对吧？对，然后呢，如果选公司也是一样的，因为公司你不好，你可以换嘛，辞职嘛，你辞职比离婚简单嘛，对吧？他刚才讲的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就是用投资者的眼光来，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你周围所有的处事，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视角，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从小就没有得到过这种训练，你小学里面没有人会教你如何去选择投资，因为那好像价值观有问题。我们就应该无私奉献啊，我们不应该衡量，用金钱来衡量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应该这样来衡量周围所有的事情，对啊，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交友、你的创业，所以都需要读查理芒格的书。对，都需要读查理芒格的书。你的选股票，全部都要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智慧在哪呢？就是说，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我们人是有人性的嘛，我们并不是华尔街的这个交易机器嘛，是吧？就是说，我觉得把人性和这个投资的视角结合起来 ，balance 做好，才能够让这个收益得到最好。因为你在社会里面交流，你并不是和机器在交流。如果说你太精于投资了、算计了，那没人会当朋友的，公司也不喜欢你。如果说你每天就是太会交朋友了，就太像个老好人了，什么都很好，好先生，那你最终一事无成。其实跟职业规划也是异曲同工的。对，就是有的人他在一个公司做了20年、30年，有的人就喜欢每隔几年去换一个工作，对，找一个新的这个一个同样方向的一个新的一个公司去继续工作嘛。也是看机会，看机会。老好人，你看过 Yes Man 吧？Jim Carrey 演的是吧 ？Yes Man 那个挺好看的。对。又什么都不拒绝。首先他第一个什么都不拒绝，他什么都答应，我都能做，哎，然后别人都很喜欢你，看上去别人都很喜欢你，
但是呢，实际上别人都很，这是个傻子，我让他做就做了，对。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也很好，有人就会利用你们，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就老好人就是，一个是 yes man，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什么事情都选择接受，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了很多就是没有特别多价值，也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叫做把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却没有时间去 focus。对，什么事情都选择接受，那你表示投资者思维，就是说好人是可以当的，对不对？你这个你交友就是有距离感嘛，你可以远离嘛，你可以不喜欢你远离就好了嘛，远离就好了。对，远离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方法，断舍离嘛，是吧？就是现在其实投资就要断舍离，所有的投资就是在很多这个篮子里面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人太精于投资算计的人，你会很讨厌他的。这种人没法交朋友，他所有的东西他自己的利益第一，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我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算计好了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也远离，尽量远离这种人。你怎么去判断他有没有算计好呢？很多他工作创业风格、工作风格、说话风格和他表达方式，怎么介绍自己的都会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个具体的可以再开一期讲，对吧？创业判断这个尤为重要，对，尤其是创业小团队，对，特别找合伙人是吧？找合伙人就说不清的痛。我之前所有的早期投资，其实我那不叫早期投资，我那叫孵化了，我就跟团队一块做，我10个月我才能够 get 到一线的信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看那些什么名人名言啊，那些什么所有东西，你要挑一句话，你做一下就知道。对，你别天天看书，看完了之后放枕头下面，然后跟别人聊天聊就好了。那没用的，你这个挑2条、3条查理芒格了是吧？对，永远不要跟一头猪争论是吧？对，就是因为他的猪的需求是弄脏你是吧？根本就不想跟你聊什么正题。对，这个非常，就别跟猪浪费时间嘛，就这样。我们断舍离，值得一起深度创业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有惨痛经历，我也有惨痛经历。分享一下。下一期。